歼16D 作为我军作战机群的保护神，它既可以飞在突击编队的前方，为他们扫清障碍，一个一个敲掉或者是压制掉敌方的雷达系统、防空系统，为我军的军用飞机的突防打开一条安全通道。它也可以作为伴随的电子对抗飞机，护送着我军的突防飞机一路前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在第13届珠海航展上，作为主办方之一的中国空军带来了一系列的现役装备产品，其中有些装备呢，过去曾经在珠海航展上亮过相，比如说轰6K 这款中远程的战略轰炸机，但是也有一些展出的装备呢，是首次在珠海航展亮相。那么这次空军拿出了2种新装备，一个是歼16D 电子战飞机，还有一个呢是无人机高空远程无人驾驶侦察机。从来到珠海航展的这架歼16，我们可以看出来，它这翼间有2个大型的吊舱。这个大型吊舱干什么用的？据推测呢，它是用于实施电子侦察的，要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收集那些新发现的敌方电子目标，包括雷达、通讯系统。那么当然雷达呢，包括地面雷达、海面上的雷达等等。然后呢，根据收集来的情报信息进行分析判断，有可能呢把这些信息回传给地面指挥控制中心，也可能呢随机的根据发现的敌情做出相应的对策。那么这个对策就有可能是用软杀伤的手段，或者是硬杀伤的手段，对敌方的各种各样电磁目标发动压制性的攻击。软杀伤手段呢，主要靠强电磁干扰。那么不同的雷达、不同的通讯系统，它的波长是不一样的，你怎么干扰？这里呢比较有讲究。一般来讲，一款战术型的电子对抗飞机，它需要携带不同的电子对抗吊舱，有的是用于干扰超短波的，当然还有的是用于压制长波的，或者波长比较长的这些雷达的，比如说搜索雷达、引导雷达等等。那么针对不同的目标，必须采取不同的对策。那么需要呢，机上有一套比较复杂的计算机分析控制系统，然后呢，依据收集来的情报信息，适时的采取电子对抗策略。由于电子对抗飞机比较复杂，特别是未来战场的电磁环境也很复杂，因此光靠1名飞行员又要驾驶飞机，又要处理这种各种各样的空中态势，恐怕是忙不过来的。因此起码需要2名飞行员。第2名飞行员，也就是坐在座舱后面的飞行员，主要是负责操控这些电子对抗设施的。那么歼16D 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比较先进的一款专用战术电子对抗飞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它携带的电子对抗武器系统或者设备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任务使命，可以分别挂载不同的电子对抗吊舱或者是电子侦察设备。那么它都有些什么样的对抗手段呢？大致分成软硬2类。软的就是通过电子对抗吊舱上搭载的电子干扰机对敌方的相应的电磁目标呢实施有针对性的电磁干扰，或者呢撒布箔条，在空中形成一个箔条云。那么多数的雷达碰到箔条云，它的屏幕上显示的往往就是一片白雪了。那么箔条云一旦形成，为后续的突击编队提供一个掩护，让他们隐身在箔条云里，从而让敌方的雷达很难收集到精确的雷达情报信息。那么如果它挂载了反辐射导弹的话呢，就可以对敌方的一些威胁性最大的雷达实施硬杀伤。歼16D 作为我军
作战机群的保护神，它既可以飞在突击编队的前方，为他们扫清障碍，一个一个敲掉或者是压制掉敌方的雷达系统、防空系统，为我军的军用飞机的突防打开一条安全通道。它也可以作为伴随的电子对抗飞机，护送着我军的突防飞机一路前行。作为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术型飞机呢，它也具有一定的自卫空战能力。一旦碰到敌方的飞机来拦截，它除了可以实施电磁干扰以外呢，它也能够用它挂载的空空导弹与敌方进行格斗。当然，战术型电子对抗飞机如果它单独执行使命任务的时候，也能够对敌方的地面雷达、舰载雷达以及设置在其他平台上的雷达实施较远射程的精确打击。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能够开发出像歼16D 这样先进的战术型电子对抗飞机的国家呢不多。美国的 EA-18G 是一个典型代表。那么歼16D 的诞生，标志着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因为要开发出成套的性能先进、针对性强的电子对抗设备和相应的战术技术手段，没有一个强大的电子工业作为基础，很难搞出先进的战役型和战术型的电对抗飞机的。歼16D 这次能够现身珠海航展，标志着我们国家开发的战役型、战术型电子对抗飞机呢，技术已经成熟，已经可以成为我军作战飞机的保护神。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